原作洛克人 X6是 X 系列2D点阵图像的最后一代，这代之后 X 系列就开始由正转衰，如同历史会重复般。20年后的今天 ，X6 装甲也同样在Dive衰落前出现，然而在最后有被时装的是那暗黑色的前影装甲艾克斯而已。而后就在 Next Dive 装甲身上看到另一套似曾相识的 X6 装甲下，结束原作艾克斯装甲在 Dive 上最后的登场。剑士与忍者。洛克人 X6是洛克人 X 系列主作品的第6作，很多游戏机制基本都从洛克人 X5延续过来。本作试图改善洛克人 X5在关卡和流程过于短促的问题，但也衍生出用关卡去折腾玩家、矫枉过正的过度设计，而又因为开发时间太短，导致游戏系统有诸多的潜在问题，而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反映到 X6的装甲设计上。若说洛克人 X5的2套装甲是给人大地与天空的形象，那洛克人 X6的2套装甲从外观来看，则是会有东洋的忍者、西洋的剑士的对照形象。而说到其他游戏上的忍者，一般是兼具侦查与暗杀能力，身穿皮甲，防护力较差，但身轻如燕，能够迷惑对手并从暗处悄然出没，在目标尚未察觉前就将其迅速斩杀的暗杀者。剑士则是身穿金属板甲，手持刀剑与护盾，进可攻，退可守，攻防均衡，能够作为前卫冲锋的近战职业。然而，洛克人 X6的装甲却不是这样表达装甲特性的。X6的2套装甲基本是由 X5的装甲去做延伸开发，但不像 X5那2套装甲那样分工明确。X6的装甲可说是严重的表里不一与不平等，让人在想是不是莱德博士当年不小心把两边的设计资料给搞反了。忘れていた。もう何十年も前の話だ。盖亚装甲的高反物欲力、免疫针刺等重盔甲概念不是由代表剑士的装甲所继承，而是由看似轻快、代表忍者的前影装甲所继承。除此之外，又给前影装甲符合忍者形象的倒挂天花板与高速攻击的能力，使得它快攻又耐打，而且就连光剑的使用也比另一套装甲要好。另一套装甲也就只剩空中移动与使用特殊武器可以捡了。这个另一套装甲由于Dive没有时装，没有公开中文译名，但假如有时装，中文应该会用圣剑装甲，原因我后面会解释。与原作来说，圣剑装甲若不使用特殊武器，表现会比出身艾克斯还差。因为圣剑装甲为了强调光剑要素，大幅削弱集气炮。然而虽然强化了光剑，让集气斩的 X 字斩增加了攻击范围，并带有除弹效果，但与前影装甲的集气斩相比，依然是略逊一筹。圣剑装甲具有马赫冲刺这项专属的空中移动能力，也可说是它在 X6最大的价值用途。因为用马赫冲刺拿到前影装甲后，就不需要它了。其实不是，不同于 X5猎鹰装甲无法使用特殊武器集气功能，圣剑装甲是可以使用的。由于 X6的特殊武器集气射击十分强力，与马赫冲刺搭配使用效果会更好。经过玩家实测，圣剑装甲在使用特殊武器集气射击的场合，其实是比前影装甲要好用的。结论来说，它有着剑士外观，却没有像剑士的攻防能力。它有着圣剑之名，最有效的却是特殊武器，就是这么一套表里不一的奇特装甲。孤高的末代忍者。洛克人 X6虽然是卡普空软磨硬泡出来的续作，也有很多为人诟病的地方，但基本上还处于 X 系列强盛时代的晚期。很多人对 X6都还是有很强烈的情怀，也因此圣剑装甲在过去一直都被玩家认为是会时装到洛克人 X Dive 里的角色。再加上看到前影装甲的时装，就更加认为圣剑装甲也会跟着进来待。大部分人对这件事基本也都抱以乐观的态度去期待。而且从事后的观点来看，当时兽屋会把圣剑装甲的组装模型推入10成，也可以印证说，不管它在原作表现如何，仍然是一套具有相当高人气的艾克斯装甲。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Dive的前影装甲是在2022年9月时装的。以现在来看，那个时期就已经进入关闭伺服器的倒数计时。当时官方可能必须要在有限的开发量下选择最后时装到游戏内的角色。以结果来看，Dive 选择多做几套原创的 Dive 装甲来增加游戏的纪念价值，然后将 X6的2套装甲只选择1套制作。而官方选择的是原本在原作体制就较为优势的前影装甲。然而在当时已投入大量的Dive装甲角色下，是角色强度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因此，前影装甲为了跟Dive装甲并驾齐驱，被适宜与原作性能落差相当大的大幅度强化，跟其他Dive装甲角色一样，有全画面攻击技能、持续用耐后的护盾、最上级的伤害量，还有一些像把原作没什么用的射击改成实用的大型贯穿飞镖、超高跑速之类的更符合忍者形象的加分改动。垂直高跳则是改成更实际的跳跃高度增加，吸附天花板的条件也只要碰到天花板就好，不像原作一定要先垂直高跳才能吸附天花板。总而言之，整个角色都改到跟原作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在结束营运的影响下，一个在原作被嫌弃，到了Dive被放弃，一个是原作很强，到了Dive又更强。在这个强度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最后一个时装的他，无疑是Dive里最强的原作艾克斯装甲。20年过去，他失去与他成队的兄弟，
独自走向最强的道路，成为一名既孤单又强大的末代忍者。另外，圣剑装甲被放弃的原因，除了时程外，恐怕也是很难做出跟其他角色的差异化。首先，由于游戏机制差异，作为它特色的特殊武器及气射击与除弹斩在 Dive 都是不存在的。而空中移动的马赫冲刺，在 Dive 很多角色都拥有人手动控制飞行的方向的突进技能下，似乎也没有显得多特别。还有它的一招攻击是大型斩击波，在 Dive 装甲中更是最为常见的招式，好像只要有拿剑的不砍出1-2发大型斩击波，就不能叫做 Dive 装甲一样。再来还有潜影装甲，它的2个招式都具备斩击效果。即便是满布剑棘虎的竞速关卡，他也能不停下脚步的同时展切与前进。潜影装甲这么会砍，就连剑之装甲的名号也得让贤给他的兄弟。Dive 末期的环境就是如此险恶，原作角色要出场都得进行一场大规模改造手术，才不会被其他角色所埋没。可能是作为补偿 ，Next Dive 装甲艾克斯可以选配他的一招攻击作为主动技能，只不过日文跟英文都只写 Dive Sword， 所以国外玩家可能会不知道有这个彩蛋。将语言切到中文就能看到圣剑斩。由于 Dive 是台湾卡普空制作的，所以与原作不同，中文才是最接近游戏开发者的语言，甚至在内部资料都还能看到中文。可能是因为这样，才会只有中文看得到。圣剑斩对应的就是圣剑装甲，圣剑装甲是中文圈对 Blade Armor 常用的一个译名。换句话说，圣剑装甲如果有时装，可能就会用这个中文名称，就当作被骗。勉强能算作是圣剑装甲资料有来到生成记录档的证明。现实是因大人的因素而没有被时装，但真要以剧情设定来源的话，应该也可以解释成立可知道有圣剑装甲，只是基于战斗力考量，为了有效运用，比起实体化，选择将它作为强化资料来运用。随时代前进的洛克人，我系列影片的第一部有个前言单元，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有个结语单元。而潜影装甲与 Dive 结束营运有莫大的关系，因此我想将结语单元放在这边。任何线上经营的游戏都会有关闭伺服器的一天 ，Dive 也不例外的，在2023年9月结束它的线上版营运。Dive 还在线上营运时，只要新角色预告片出来，社群媒体上就会涌现洛克人的相关话题，那感觉是真的不错。到今天我都还是很怀念那个期待官方发出新角色预告片的日子。游戏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当然是最好的，但那实在是过于理想。任何事物都会有倦怠期，手机转蛋游戏也不例外。老实说，别说多久 ，Dive 才过3年，我觉得线上版就已经有僵尸化的现象了。效率至上导致玩法的多元性消失，玩家圈封闭，更新内容固化等诸多问题。越到后面新角色登场，玩家只会问这个角色强吗？逐渐不问内容，只问效率好不好，该不该抽，失去对游戏的兴奋与期待，只是一面的担心有没有抽新角，是否会跟不上游戏的竞争生态。因为事实上，也不是所有人对全部的洛克人作品都有所认识或是都喜欢。这种情况下，就只会着重它在游戏里的性能表现。道理很简单，做强就会有人抽。官方一方面要维持伺服器营运，一方面又只能在游戏基础系统的限制下去做开发，人在线的机能有限，所以当能够贩卖的情怀不足以支撑游戏时，就会贩卖效率去维持伺服器，自然就会步入僵尸化。就连我自己也是玩到后面失去对游戏的热情，在官方宣布结束营运前就已停止每日登录的玩家。而且在这种效率至上的环境里继续出下去，也很难再现原作角色的特色，他就只会做出一堆四不像。结束营运虽然遗憾，看不到新角色也很可惜，但我觉得也是让游戏与玩家从一种活死人的情况下解脱。然后就是线上游戏虽然能红极一时，但是也很容易的被时间所埋没。Dive 如果没有变成单机版，恐怕也是很快就会被淡忘掉。而且世人普遍对氪金转蛋游戏的观感是负面的，过去很多批评声浪也是冲着这个点，所以单机化立马见效的就是玩家评价转正。而随着时间过去，大家也会逐渐淡忘它曾经是款氪金转蛋游戏的事吧。不过也有人认为结束营运就是一切都死亡了，看法十分的消极与悲观。但借用一句电影的名台词，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不只是 Dive， 就连过去好几年仅发售少量星座的洛克人，我都不觉得他有死亡过，只是有时不在游戏发售的最前线而已。但他们一直都活跃在每个时代。就 Dive 来说，即使结束营运了，他在游戏以外也没有消失，偶尔还是会看到他的身影，像是台湾卡普空的官方网站将 Dive 作为他们研发游戏的实力，用于招聘人才与洽谈业务合作伙伴。网站上甚至还可以下载到试玩版，虽然好像反而衍生出观感不好的 NFT 艺术品 ，NFT 游戏合作就是。还有 Taipan 时不时都会有 Dive 的角色出现，即便是线上版结束了，现在也还在持续登场。现在假如去逛书店，也会看到 Dive 的设定及画册在书架上。洛克人粉丝会以 Dive 的角色、故事内容去创作绘画或游戏，部分离线版玩家会制作模组扩张游戏内容，还有玩家的攻略影片或网站也会去使用 Dive 的图像。从上面就可以知道 ，Dive 并没有因为线上版结束营运而消失，而是融入官方或是玩家的圈子里。其他洛克人系列也一样，虽然已经不在游戏发售列表的最前线，
却也是经常客串其他游戏或是推出周边商品。还有就是，我觉得光是有Dive这款游戏就已经很神奇了。洛克人的横版动作玩法其实很封闭，而且需要一定程度的操作，一点也不适合做线上多人游戏。过去洛克人游戏其实都有去做线上化的尝试，但是失败案例远多过成功案例。胎死腹中后名不经传的数不胜数。我知道这时就会有人说，怎么不做线上版 EXE？ 怎么不做8大 boss？ 怎么不做传统洛克人玩法？虽然我不是官方，不过我是觉得原作洛克人有很多是要在单机环境或在那个时代下才行得通。如果只是把旧的东西改一下就能应付当代的市场与玩家的话，游戏开发者也不用这么辛苦了。洛克人本身就是个随着时代改变题材的 IP， 好比说 EXE 系列。它就个典型的在上世代网际网络热潮下诞生的作品。Dive 也一样，代表着智慧型手机平台、氪金转蛋玩法、动漫美少女、赛博朋克风，各种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代名词。可能有些元素对老玩家看起来有些刺眼，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洛克人作品。而新的题材也可能会吸引到新的玩家。我是觉得洛克人正是有在与时俱进的保持多元性，开发各种不同系列的洛克人，吸引各式各样的玩家加入，留下属于每个时代玩家的记忆。洛克人这个 IP 才能不被时代潮流所吞没的一直持续下去。观察展示。这次主题是讲 X6 的2套装甲，但由于 Dive 只有10装其中1套，所以改以双主题的方式从 X6 讲到 Dive， 再讲回整个洛克人。但这边还是会照惯例用原作洛克人玩法跑一段 Dive 共斗关卡。关卡来到第8章生化实验室。使用角色是前影装甲艾克斯，强化晶片我刻意不选护盾，一来是为了有戏剧，二来是多靠敏捷的移动去闪避敌人的攻击，我觉得才更加符合忍者的形象。拜前影装甲优秀性能所赐，这次关卡单元有跑得比较快，所以我前面的单元才会比较多话。那么就开始这次的关卡展示，我们下一关有缘再见。よし、行くぞ。
よし、戻ろう。